切我刚刚做好的日式可乐饼。可乐饼，酥酥脆脆的可乐饼，切个剖面给你们看。我知道为什么你不会觉得马铃薯粉粉的，因为我们常进人其实不喜欢吃马铃薯泥，但是我这是加了鲜奶油，所以混在一起的时候让它更 smooth 的中文怎么讲？更滑顺。里面的材料啊，自己想要喜欢吃什么材料都可以加。我这次是加素火腿，我忘了蘸酱。这两个啊，是我最喜欢的酱料，然后我很喜欢把它混在一起。我觉得这个酱沾炸物很好吃啊，你把它混在一起，它就变得有点像橘色的，就是番茄酱加黄芥末酱，就是我的炸物蘸酱。蘸酱，大家都一起吃吃看。我觉得吃原味，因为黄芥末的味道有点重了。吃原味就很好吃，原味是很好吃。对啊，你不吃马铃薯泥的都觉得好吃，所以加鲜奶油是对的。我的鲜奶油是植物性的鲜奶油，不是动物性的，大家可以去找找看，它是烘焙专用的长春蛋糕专用纸，在那种烘焙材料行应该都会找得到这种植物性的鲜奶油。对啊，它就是全素的了。煎这料理很方便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多做几个。看你要做10个、20个，然后你就把它丢到冷冻库里面，然后你想吃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退冰或者是微波一下，然后再稍微煎一下或者炸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哦，一定会有人问气炸锅，气炸锅我觉得可以，对，但是温度跟时间我就不太确定了，你们可能要自己去尝试看看。这道料理的制作重点就是油炸过3关。什么叫油炸过3关呢？就是刚刚影片你们刚好看到，我先沾了低筋面粉的干粉，然后再来沾了脆酥粉的面糊，然后最后裹上面包粉。这是油炸锅3关，这是日式的炸猪排都会用到的一个方法。过了3关之后，它的皮就会变厚嘛，所以我这次的那个油炸皮会比较厚一点，像那种日式炸猪排一样，比较厚，它就会比较容易保持里面食材的鲜嫩度。那因为外面又裹了面包粉，所以呢，炸的时候它会变得超酥脆，然后颜色会变得像这么漂亮。裹面包粉颜色炸出来就会亮金黄色的，跟那种日式炸猪排一样。油炸锅3关，大家如果有油炸什么东西的话，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好吃，皮就会变很酥脆很厚，而且它就算放凉了，其实现在已经是有点温温冷冷的状态，它皮还是脆的。你们刚刚听过那个切的声音，都还是很脆的，好吃。好啦，那今天的日式可乐饼就是吃到这边啦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会持续的推出更多的素食料理 DIY。那我是披萨亚米的卢比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大家记得多做几个冰到冰箱里哦。这个好吃，真的。对呀，鲜奶油这个真的是一个神来一笔。它反而真的可以让马铃薯变得很滑顺，就不会这样有点像沙沙的。好吃。因为我加了很多料，红萝卜、花椰菜、玉米，所以你不会好像只吃到马铃薯的那种感觉，其实吃起来很丰富。